西光，西光，不要怕，看着我，能不能听听我说话？回答我，今天星期几？星期天。西光，他怎么样了？你好，这里是工业园区宇光路1号双远光伏员工宿舍1栋，有人高处坠落，现处于昏迷状态，需要救护车。没有明显的头颅外伤，摸不到头皮血肿，各项体征平稳，但有短暂的意识丧失。我们大概还有15分钟到医院。西光，西光，任西光，别睡，尽量保持清醒。大天，西光，你别笑了。西光，西光，没事。久等了，刚刚有个急症病人。就初步检查来看，没什么大问题。病人先去做 CT 扫描，病人家属先去洗洗。谢谢。我没什么事吧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叶西光，我呢？林雨森。你还记得你是怎么掉下来的吗？爬阳台掉下来的。我是盛先民的外孙，你有印象吗？盛先民，盛远的董事长吗？你没说过呀。很好，你意识很清醒。你身体状况良好，各项检查都没有问题，
除了皮外伤，没什么大碍。不过，最好住院观察一下。英姐是跟着救护车来的，我让她回去了，明天她会来照顾你。他吓坏了吧？她吓坏了，我真是为聂小姐的宅心仁厚感到诧异。这种时候居然还关心别人的心情，要是真有这么善良，为什么？看在我已经够倒霉的份上，你能不能稍微控制一下对我的偏见，和颜悦色一点啊？你哭什么？你毫发无损，有什么值得哭的？我连哭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要不是你朋友那声惨叫，我也不会掉下来。我被你害得这么惨，还要被你各种讽刺，我哭一下都不行了。因为我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谁？我是有多倒霉才会遇见你？又是摔倒，又是被零件砸到，又……你知道盘点有多累吗？现在我还从楼上摔下来。聂西国，林雨森，我有个问题。你说。我是聂成远的女儿又怎么样啊？我们两家又没有仇，你为什么要这么为难我？我们两家真的有仇吗？盛家和令孙一向合作愉快。那为什么？我也想知道，为什么？聂西国，感动吗？我也是。他这是怎么了？现在不是我在控诉他吗？怎么感觉我才是伤害他的那个？你还好吗？这句话。现在看东西还有失焦的情况吗？暂时没有。守
后面呢要认真复健，日常生活不会受到影响的。医生，那做手术呢？他是神经外科的医生。盛婷，我对不起你。 是我害了你，你动了10几年的医，这是意外。对不起。 那个他有事一时来不了，下次我一定把他带过来。不用了。别哭了。光搁浅玻璃上，看不清方向，一如既往。你是我的梦想，幸福的模样。 就在前方，完美结局是不分离。以后最怕我还是我不会再这样。失去你，时间如何带走悲伤？最后剩我游荡，睁开眼，闭上眼。 以后，我不会再这样对你。一定。来，林博士，告诉我，你那位小病人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这么伤心？ 他从楼上摔下来，我是他的上司，关心不是应该的。哦吼，听起来啊，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的。他还有点不舒服，要输液，住院比较放心一点。有更需要的病患进来，我们立刻办理出院。行，不过你老实交代吧。是不是看上人家妹子了？你不能自己辩证。 辩证完了，迟发性恋爱脑晚期。这是什么呀？哎，不是给我的。阿姨煮的粥，你又没生病，喝什么白粥？西瓜，我的光啊！你没事了吧？我罪该万死，我对不起你。要是有什么事，哎，你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，我直接自挂东南枝算。啊，你干嘛这么夸张？我没事儿，就是一抽一抽的疼。那医生怎么说呀？你这个额头上的擦伤，还有手上这个擦伤，会不会留疤呀？肯定不会留疤的，放心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了好了，又不怪你。有胃口吃早餐吗？有。小心腿啊！你们在哪儿弄的保温桶啊？我其实在医院订餐就行。不是我们的，我们就买了点水果和这种粥。
来的时候正好看见林总站在楼下发呆，他让我们把粥带上来了，好像是他家阿姨熬了送来。喜光，你住的是单人间？哎，这种单人间咱们医保好像不给报销吧？哎呀，你担心什么呀？林总昨天晚上已经把钱付过了，不过也是应该的呀。要不是他那个朋友大喊大叫，喜光也不会吓得摔下去。哦，你怎么知道是朋友，不是女朋友啊？你昨天没看到啦？林总疾言厉色的样子好吓人呢。其实西光摔下来的时候，那个女生也吓着了。那如果是女朋友的话，林总肯定要安慰她的吧？结果完全没有啊。我听着，好像是以前的同学吧。不过西光，你也别太怪林总了。昨天送你到医院，所有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做的。哦，对了，你昨天还吐了他一身。我吐了他一身。对。我真的没事了，你不要担心。快回去吧，我估计我明天就可以回去上班。别了，你还是好好休息几天吧，千万别逞强。那我们先去上班，下班再来看你。那我们先走了，走吧。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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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啦。嗯。不过西光，你也别太怪林总了。昨天送到医院，所有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做的。在救护车来之前，给你急救啊、检查呀，林总还得扶着你，让你吐他身上，不然的话你就掉下去了。也不知道林总的手怎么样，他昨天是直接冲过去单手接的你，都跪倒了。昨天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像影子追逐着光，我道歉一下，也太刻意了吧。你假装笑容无恙，却掩不住伤。You are the song in my life， 却隔着长夜无法抵达。我只能安静等待。你现在怎么样？等晨曦会不回来？You are the sun in my
你现在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我刚刚睡着了，感觉没什么问题了。一会儿我去看看。还来啊？一会儿是真的一会儿。正好走到门口。躺下吧，最好都卧床休息。感觉没事了。那个，对不起啊，我听英姐说，昨天拖了你一身。之前做医生，这些都习惯了。那你的手，英姐说好像受伤了。没事。聂希光，如果我把之前的一切都忘记，你呢？我之前那样对你，也一笔勾销。这是要和解？我这个人从来不记仇的。那就好。那，你为什么突然要一笔勾销什么的？因为我怕。我最怕生病的人哭。他前面半句不会是想说他怕我哭吧？我一般也不哭的。哎呀，林博士，你不是回去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，今天体力还能这么充沛，真不愧是当年咱们医学院第一禽兽啊！我这种夜班连早班的活啊，就该给你上。啊，来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大学和留学时期的双重师弟，林宇森，林博士。我知道林医生，拜读过你发表的关于脑干肿瘤的论文。可惜上次我去你们医院进修的时候，却听说你已经离职了。不知道林医生现在在哪里高就啊？我已经不再从医。这怎么会？人各有志。OK， 叙旧的话，以后再说。聂希光是吧？我姓方，是你的主治医生。头还痛吗？有一点点痛，就是一抽一抽的疼。哪里啊？正常现象。好歹是从2楼摔下来的，不可能一点事情都没有的。慢慢恢复，不要紧。
从片子上面来看的话，没有什么大问题。不过最好还是住院观察一下，好好休息。那我改天再过来。大好机会，独处时间，你这就出来了？没理由待着。不是吧？你这样怎么追女朋友？哎，看来还得师兄我亲自出马呀。说起来，我最近的确有一个手术，是你擅长的领域。林总，你不用给我送早餐，其实我自己订了饭。顺带的，你的主治医生是我的老同学，他有个手术，正好是我擅长的领域，所以邀请我讨论一下手术方案。哦，那你不用上班吗？我昨天加班到3点，然后请了年假。3.0乘2.7厘米，这个位置不太好，压迫到脑干了。这个大小和位置，还是建议做开颅手术，成功率会更高一点。目前患者更倾向于伽马刀。你之前是不是有一个患者，位置大小和这个差不多？那个位置更凶险一点。我看过那个病例，患者面神经粘连程度很严重，最后居然保住了听力，也没有面瘫，真是太厉害了。患者术后嘴角有轻微麻痹的症状，不过半个月后，这个症状就完全消失了。林医生保面保听率奇高。我只做过几例，不足以说概率，只能说有运气的成分吧。他好像真的很喜欢当医生。这是实例，李医生以后手术做多了，说不定这个成功率啊还会提升。这个秦医生也太鲁莽了吧！知道人家不当医生了，也不打听一下原因，还说这种话。正好时间差不多了，大家一起去吃个饭，怎么样？哎呦，最近接到的任务可真多啊！吃饭了，我们的病人也一起去吧。我也去。是啊。毕竟占用了你的病房，当然要付费了。我看过。当病人当到和医生们一起吃饭是怎么回事？所以，你每天吃的饭都是林总送来的。要不然就是和林总或者是方医生他们一起吃。陈阿姨说她是送给林总的，林总在这边有事嘛，就顺带给我带一份。你觉得这科学吗？我就是觉得不科学，所以才找你来讨论呀。
喜光啊，你有没有觉得林总可能对你有意思啊？你能用你的脑袋来思考吗？如果真像是你说的那样，那他的感情回路也太清奇了吧？他是怎么从讨厌我，噔一下子变成喜欢我的？所以嘛，他可能真的是在跟医生们讨论一个蛮难的手术。另外，他觉得我掉下来，他多少有些责任。而且也不是他给我送饭了，是陈阿姨送，他只不过是从楼下拿上来，顺便看我一下，然后很快就走了。如果不走的话，就是跟一群医生在这里讨论医学问题，还有医学圈八卦。在这里，嗯，那你听得懂吗？所以我叫你给我拿游戏机啊。林总的年假还真是超凡脱俗，你说他是不是工作狂啊？平时在公司加班那么猛就算了，放个假还要来医院。汪医生说他以前就很可怕，在医学院的时候简直不是人，进了医院更不是人，做10几个小时的手术，就跟没事人一样。你的主治医生还跟你说了蛮多林总的八卦吗？是哦，他好像很爱拉着我胡扯，感觉有点话痨。还真想不出林总当医生的样子。哎，喜光，你跟林总的关系有没有好一些？机会难得啊，你可别一直这么倔了。也还好啦，那吃人嘴软嘛，也会正常的聊几句。我倒是觉得，林总对你的态度跟以前蛮不同的。那，你为什么突然要一笔勾销什么的？因为我怕。我最怕生病的人哭。英姐，我是不是哭起来特别的可怕呀？要不就是特别的楚楚可怜，让人有转变态度的功能。我还没见你哭过呢。来，干嘛？扎一把试试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哎呦，医生救命啊！哭一个。林总，你先坐，我在过很难的一关。你先坐，先坐。哎呦，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 Falling out of time when you are near, singing in silence and the world stops, spinning out of line so uncontrollably. When you are near me, in my dream. 林
对不起，我刚刚玩游戏正好通关，太入迷了。这样好像也没什么礼貌。哎呀，你现在不宜进行这么激烈的脑力活动。好的，林博士。通关了吗？没有。请进。早上好，今天感觉不错。是的，林总，我觉得我已经满血复活了。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？你问你的主治医生。哦，住院是挺无聊的，所以我给你拿了些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你不会特意去公司拿的吧？其实我并不像你这么工作狂，我一点都不喜欢加班的。玩游戏费神，用工作来休息一下。你确定这是休息？当然，用脑区域不一样，相信我，我神经外科博士。至于游戏，你可以交给我。昨天没通的关，我帮你。抱歉，我似乎高估了我的能力。没有没有，这个游戏就是特别难。你要是一下子过去了，就也会显得我很窝囊。我去找一下方医生。哦。这个游戏需要左右手配合，他的左手。我已经看过了，现在还需要对比。小聂啊，方医生，
你这是要偷跑？我去楼下小花园走走。哦，去吧，多活动活动呀，有利于恢复健康。哎，我师弟好像也在那儿。林总还没有走。他不是请假了吗？苏州又没有朋友，只能赖在我这儿了。我工作的时候啊，他只能自己玩了。哎，方医生，怎么？八卦一下？不是，我问你个问题。你说。我们林总不是因为车祸当不了医生了吗？那你为什么还每天拉着他一起讨论手术方案啊？这不是太戳人伤口了吗？小聂，这是开始关心我师弟了？不是，我就是。你可以视作一种脱敏疗法。脱敏疗法。他其实从没放下。他出事的时候，是在苏州无锡段高速，送到苏州另一家医院，转到上海的时候，我才知道。那段时间，一有空我就往上海跑，生怕他会想不开。我们外科医生需要付出10年以上的努力，才能站到手术台上。他才刚刚开始。看左边，左边。哎呀，完了，乱掉了，要输了。是被你的声波干扰了。小诺，走啦。那你下一把我不说话了。叔叔，别的医生叔叔说你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医生，那你会给我爸爸动脑子的手术吗？不会。哦，可是你比较帅耶。叔叔连游戏都打不好了。我好像一下子一点都不讨厌林总。最近新出那部电影，网上评分很高呢。后天我正好休假，打算去看点。你是说那部恐怖片？你一个人啊，单独去看恐怖片，你还找个人吧，你别到时候啊哭着跑出电影院都没个人安慰。我也想啊，这不是找不到人吗？可惜我要值班啊，要不然友情奉陪一下还是可以的。说到恐怖片啊，让我想起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。想当年，我好不容易追到一个长发美女，就是约在公寓看片，你们懂的。结果打开它是个鬼片，我抱着人就发抖，人家推开我就走了。不是，还有这种事儿呢？你好意思说出来，也不怕丢脸啊？那有什么丢脸的呀？男人大丈夫，色六之婚在所难免，不算可耻。哎呀，这句话听着很耳熟啊，是不是听谁说过来着？我说的。怎么了？吃完饭，你早点回去休息。没事啊，你们聊嘛，我等着你们一起回。我有事情要找你。师弟，你下午是不是还有事儿啊？没有。哦，我家师弟吧，动手术一向都快，师兄拜佛。过去。喂，高速发生连环车祸，赶紧回来。
先生，这么巧，我正要去找你的呀。这是我女儿楠楠，刚刚拿到她的脑部和肺部 CT， 想请你看看有。这是我师弟，神经外科专家，请他帮你看一下。肺部和脑部钙化，之前有没有得过肺结核？啊，有，楠楠小时候得过肺结核，但是脑部你看有没有问题？以后会不会？脑部看下来没什么问题，肺结核的确会导致这样的情况，但钙化一般不会癌变，除非你肺结核复发，加强钙化。谢谢，这下我放心。你看我做什么？我有吗？啊。你找我是什么事？哦，对，你交给我的一堆工作我都做完了，等一下拿给你。就这个？就这个。林总。我住院不忘工作，这几天的工资可以照常给吧？聂小姐为自己的公司工作，还计较这个？说的好像你自己不拿工资似的。我是打工的，当然拿工资。哦。不给加班工资算了。你帮我过第5关吧，我怎么都过不去。好。你现在不打吗？你别看它操作简单，实际上比上一个游戏难多了，这是很考验智力的。你快点打嘛，我真的过不去。你好厉害啊！聂西国，你有没有发现你什么？快要出院了？啊？妈，我今天晚上回去，晚上想喝排骨汤。你哪次回家之前能不能不点菜呀？怎么，突然要回来了？我受伤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要剪不要剪啊？没事啊，你别担心，我已经好了。我就是，下楼的时候不小心扭到了脚。你说你都这么大了，你下楼梯就不会小心一点啊？那要不要司机去苏州接你？不用，我等一下坐火车，然后打车回去就行。我先不跟你说了。行，一会儿见。以前我收治过一个病人，从货车顶上掉了下来，正好砸在石头上，颅骨骨折，颅内血肿，脾脏破裂，在 ICU 住了1个月才脱离危险。他坠落的高度比你还低。你怎么突然进入恐怖医生模式啊？知道有人会担心你，就别做让人担心的事情。
我知道了，保证不会有下次。那个，这些天谢谢你，也谢谢陈阿姨的饭。陈阿姨说了，你送了礼物给她，她很喜欢。我让英杰在外面帮我买的，她喜欢就好。严希光，我发现你不太会抓主要矛盾。什么主？走了，我开车送你。林总，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些毁尸灭迹啦？我不能让我妈发现。怎么就突然下雨了呢？方向好像不对吧？下雨，我直接送你到无锡。我去火车站自己搭车就好了。你家在哪？手机没法导航。有密码。等一下。开车还戴眼镜，车祸后眼睛受到了一些影响，下雨影响视线。那你那次车祸还挺严重的。其实，你真的蛮厉害的。哦，怎么说？你来了之后，公司士气明显大增啊，所以你真的干什么都很厉害。你笑什么？得到未来的老板的肯定。难道不该笑？我才不是你未来老板。说不定。谢谢，那我回去了。谢谢。你开车回去小心点。西光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麻烦大家帮我干活了。没事，你也不想的嘛。终于回来了，西光。
你又胖回来了，这绝对有5斤，脸上的肉都紧实了。你这是嫉妒。能不嫉妒吗？你每天吃好喝好，我的活整整多了1倍啊，有没有？你看，你知道我的存在有多么重要了吧？知道了，大爷。我以后再也不敢忘带钥匙了。现在英杰不带钥匙的事情已经全公司都出名了。别说了，主管。上周我去给财务部吴总送文件的时候，走之前他居然表情严肃地跟我说：“以后别再忘记带钥匙了。”让我死了吧！你还好意思抱怨？小聂可被你的马虎害惨了。没有。小聂，现在好了吧？好了。我们部门的人本来打算一起去看看你，但是林总说你这个病需要静养，一群人去不太合适，我们就都没去。你可别见怪啊！啊，不会。那一会儿10分钟后开个晨会，林总也出席。早上好。早。首先呢，欢迎我们同事小聂康复出院，回到岗位。什么都没有健康好啊，小聂，下次可要注意了。收到，我已经满血复活了。有什么事情，领导们尽情吩咐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周管理部门的主要工作呢，是做好季度复盘和年度工作总结，以及制定公司年会方案。最后呢，还有件重要的事情。最近我总听别人说，我们部门的风水有问题。有人说啊？我怎么没听说呀？谁在胡说八道？都传到林总耳朵里去了。我去查一查。哎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人搞封建迷信呢？不过上个月我受伤，这个月又有同事，跳楼。别人有所想法，也在所难免。所以我打算本周我们部门的人出去聚个餐，也好转转运。这次聚餐呢，当然不能算公费，由我和聂锡光一起分摊。啊？为什么我也要分摊啊？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相继出事，才引起流言的？这也行？你别把话说的好像我们闹绯闻了似的，好吗？贵吗？哎呀，林总选的地方会不会很贵啊？据我夜观星象，你必定是个月光族，要不要我借你点啊？那你夜观星象帮我算一算，如果我不带钱包让林总一个人付钱会怎样？这个不用观星象了，我用膝盖一算就知道，你隔天会加班，狠狠的。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，以咱们林总的风度和人品呢，估计也就说说而已，不会让你付钱的。PS， 就算要你付钱，也不会太贵的。当我没说。不上去吗？哦，好的。我悟了，越贵的越保险，没准便宜的真要你付一半。这么贵的，林总肯定不会让你买单的。走。安全了，安全了。帝王蟹。大家这战斗力可以啊，都吃饱了吧？吃饱了。看吧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林总果然自己去付钱了。
到前台来一下。林总，聂希光，我忘记带钱了。好。请签字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植物园的押金还没给你，2清了。嗯，都2清了。今天要不是林总请客，我1年都舍不得吃这样一顿大餐。是啊是啊，我发给我男朋友，他羡慕死了，说我们老板比他老板大方多了。谢谢林总，太有面子了。不客气。哎，这家海鲜一定挺贵的吧？这家挺有名的。还好。希光，你怎么了？晕车了？没，吃撑。谢谢林总。谢谢林总。拜拜，林总。林总，拜拜。这一切怎么这么不真实呢？之前还好像敌人一样，真的可以一下子变成朋友吗？真的可以变化得这么快吗？等我一下。东西掉车上了。没有。林雨森，我们真的彻底和解了，是吗？ Falling out of time when you are near, singing in silence and the world stops. Spinning out of line so uncontrollably when you are near. 那你之前到底为什么看不惯我啊？ 因为你无忧无虑啊？是吗？因为你无忧无虑，忘性又大。我好了，应该回去了，他们还在看着我们。哦，那我回去了，拜拜。 无忧无虑，忘性又大，难道这是在说二？你刚刚跟林总说什么啦？我问林总以前为什么看不惯我，他说啦。他说我太二了。啊？ 早知道和解的结果是天天陪老板加班，那也是可以不和解的。
林总，你还不走吗？那我下班了。等一下。林总，我有个问题。你问。你为什么老叫我加班呀？明明还有其他人。聂希光，这家公司你家有49%的股份，利润差不多一半归你家。所以让别人加班，我会有罪恶感，觉得在剥削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。让你加班就没这个罪恶感了。还有，聂希光，下班了之后，你能不能不要叫我林总？为什么？会有一种下了班还在为你打工的感觉。林宇森，再见。聂希光，回来。怎么啦？今天早上我办公桌上的无锡大阿福，是你放的？是啊。有人说要抓主要矛盾吧。上次回苏州的时候，在火车站等车，我忽然就顿悟了，就在车站买了一个，15块钱不用谢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是给你挂车子上的，不是放在桌上的。保佑你行车平安。上次回来就买了，怎么现在才给我？之前一直在抚平大餐带给我的伤害呀。受创这么深吗？你早点给我大阿福，说不定我就不会忘记带钱包了。自制产品，敢不敢用？这是什么？去疤痕印记的中药药膏。啊？朋友那儿拿的，你那些皮外伤留下的印记，可以用这个消除，效果不错。谢谢。其实已经不要紧了，这个印子过阵子就没了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我担心你以这个理由拒绝我。什么拒绝你？这是林总朋友婚宴的情景。上次尖叫害你掉下去的那个女生？是的。他说，他朋友上次就是路过苏州给他送请帖的，结果看见我爬阳台，吓得不行，好像是有恐高症吧。林总说，他一直觉得心里很内疚，就特意邀请我去参加他的婚礼。元旦那天在上海，我要不要去啊？当然要去啊，白吃白喝为什么不去？哎，你不用送份子的吧？不用吧？哎，这不是重点了。怎么不是重点？看看嘉宾名字，你的名字和林总的是写在一起的，那你就不用送了，这种算一份的。不过，你的名字像是新加上去的。那肯定啊，人家之前又不认识我。这字迹还有点别扭。可能请帖都是让字好看的人集体写好，后面这个是新娘自己加上去的。可能吧。总不至于是林总自己加的吧？他的字可比这个好看多了。你想什么呢？他骗我去喝喜酒干嘛？也是。反正不用送份子，肯定去啊。你打扮得漂亮点儿，目标白吃白喝。你冷静。
就是英姐，你怎么比西光还兴奋啊？因为我是一路看他们走过来的，懂吗？现在西光都和林总一起去参加婚宴了，这叫什么？叫患难见真情。哎，西光，要是早知道你跳下楼就能让林总对你改观，你早该跳了。要是让你从2楼跳下去，就给你升职，你跳吗？升多少啊？我得再想想。你今天给我打电话，是要邀请我参加你婚礼吗？对呀，所有人都得提前1天来给我帮忙。所有人？就我们俩宿舍的。1号我估计去不了。你也知道，财务每个月初都要有加班工作嘛。元旦也加班啊？是啊，惨无人道吧？那好吧，放过你。我西光，你是不是还在介意毕业之前的事啊？我在想，是不是别跟你埋伏在同一桌了？没事，都过去了。真的？那你之前从欧洲回来给我寄礼物，为什么还要叮嘱我？你不要跟蓉蓉和思亮提起啊！你搞得我都没敢跟我老公说，生怕他的船忘了轴飞他们那儿。我那会儿从欧洲回来给你们发消息嘛，发现你们都联系不上，我才想起来你们可能换了上海的号码。你也知道，我 QQ 被盗了以后就没有申请了，那我只能发邮件啊，只有小凤回我了。那不怪我们都换工作邮箱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不过算你还有点良心吧，还知道跟小凤要一下我的新号码。主要是你的拳头太重了。哈，我看是你皮痒了。哎，所以你毕业之后跟思亮他们一直都没有联系啊？我想着以后再说，结果一眨眼就到现在了嘛。工作之后就是这样的，我们也就刚到上海那阵还时常联系，后来老是约不上的，今年呢就不约了。哎，这说起来，我们也有3个月都没见了。哎，对了，西光，我之前忘了问你，蓉蓉怎么会说你去留学了？啊？我不知道啊，她怎么会这么说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我们刚到上海那阵儿，后来倒是也没再提过。那阵儿我也联系不上你，还信以为真了呢。我心里可是把你骂了1万遍。我冤枉！哎呀，算了，不说他了。2号我人到包到，敬请期待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期待这克拉门了。哎，西光，我听起来心情很不错嘛。啊？有吗？有。我可是电话都闻着味儿了。好啦，到时候见啦。那挂了，好好见啊。好像是心情不错。难道因为终于有一个大帅哥对我解除了仇恨值？那我还是跟他一起去参加婚礼吧。这种经历了车祸和跳楼才换来的和谐美好的上下级关系，我不能破坏它。林总，我决定接受你朋友的邀请，一起和你去上海参加婚宴。我带我的朋友表示热烈欢迎。哎，那我们怎么去啊1号下午2点，我在公司门口等你。
大降温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是给你挂车子上的，不是放在桌上的。保佑你行车平安。我不会穿这身的，下车的时候我就脱掉，其实现在披一下挡挡风。宁熙光，我第一次带女伴去参加朋友婚礼，所以能不能请你不要给我一种你在陪我加班的感觉？我也没办法，突然大降温，我这边没有厚衣服，早上起晚了也来不及去买。上车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我以前有个病人在苏州，他代理了一些服装品牌，我带你过去看看。有这个必要吗？有，我还没带过女生去买衣服，想试试。有问题？没问题。林医生，我接到你电话的时候真是开心死了，没想到你会到苏州来，还说带人来我们店里买衣服啊。呀，就是这个小姑娘吧？啊，你好，长得真标致。之前我住院的时候在想啊，将来哪个小姑娘这么好运气，跟我们林医生当女朋友呀？哦，我快进来，快进来。请进，小姑娘，你先随便转一转，我去给你拿目录，这样看得更全面一些。哦。他好像误会了。没事，误会了能打折。真的吗？可是这样不太好吧？你以为我说我带着员工来买衣服就很好？也有点道理。那就这样。能打几折？我才7折。那就这样。哎，这是小安，是我们店里眼光最好的店员，我让他帮你选几套衣服先试试。好呀，这边请。哎，林医生，快走，我去给你们倒杯水。这位小姐人漂亮，身材又好，很好搭配衣服的，各种风格都可以试一下。您平时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呢？简单舒服一点的。这几件怎么样？挺好看的。或者你也可以试试其他的风格。这边。香蕉的甜美风，还挺可爱的，但我们要赶去上海，可能来不及试这么多套了。来得及，都试试吧。那我快点。Inside my mind, lost in how you shine. You let your light with mine. I can't get over the way that you leave me be. Don't leave it up to me, oh it ain't hard to see that you're everything I need. 你眼光可真好，这些都很适合我。主要是人漂亮。参加婚宴的话，我建议苑小姐就穿现在这套，既正式又没那么正式，很清新甜蜜。
我们还有搭配发饰，我帮你做个发型，这是我们店特色 VIP 服务呢。但我时间有点紧。我经常帮客户做，很快的，就几分钟。走。行吧。大功告成。谢谢。这样林总应该没意见了吧？不对，我干嘛给他看？谢谢你啊，这些我都很喜欢。发饰还有衣服都帮我包起来，一起结账吧。发饰不要钱，衣服的话，刚刚小安帮你盘头发的时候，林先生已经付过了。你帮我付过了，你怎么知道我要买这些？察言观色，还有这几件也不错，你要不要试试？你居然眼光不错。但我们时间是不是来不及了？要不然我下次跟英姐他们再来。可以。哎呀。我就打个电话，这一眨眼的时间，你怎么还刷卡了？店员不懂事才收你的钱，你带女朋友来我店里买衣服，我怎么能收钱？你对我可是有救命之恩的，不行，我去给你退款。哎，我以后还会带她来买衣服，你不收钱，我以后怎么来？哦，对啊，对啊，你就让他付嘛。那不行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王姐，她喜欢我送给她。哦，是我不懂你们小情侣的话头了。那谢谢王姐，下次再来啊。哎，好。林医生，走好。再见，王姐。账单。我刚刚配合的好吧？回去还你钱啊。5折。等会儿啊，你刚才看的那几套不错，我先去把它们买下。叶小姐，现在是真的快来不及了。好吧，那下次我跟英姐、雨华他们再来。你下次再来买没什么问题，但是有个风险提示。什么？不带我，可能不打折。哎，这张不错，咱们可以再换张姿势，笑得灿烂一点。哎，很棒。哎，不错。林医生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咦，这位小姐是？她就是被你吓得从楼上掉下来的聂希光，不是你让我邀请她来的吗？哦，对对对，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忙得都忘记了。上次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有恐高症，看见人家站在高处都害怕。刚才没认出你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，上次主要是我自己的问题。哎呀，上次吓死了，当时雨森挡着，我也没多看你。当时他简直太可怕了。卢莎回来后啊，一直后怕，现在看到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，就彻底放心了。我是我想找机会道歉，你居然就把人带来了，谢了啊。不过他好像以为是我邀请的，你怎么不提前说一下，害我差点露馅。让他怀疑一下不是更好？可惜，他刚刚好像一点都没怀疑。陆莎，你是不是反应太快了？林雨森，你这人深藏不露啊！新郎新娘，还有15分钟入场了，咱们整理一下妆容，对一下流程。好的。雨森，我把老师也请来了，他一直都很担心你，
既然你把聂小姐一起带来了，就带去让她见见吧，也好让她放心。哦，不是，那我先去忙了啊。老公，你帮我整理一下裙子。走。我们进去吧。林总，刚刚你同学不会是误会了吧？他是不是觉得什么？就像刚刚买衣服那样？其实误会一下也没什么，这么多年没女朋友，出门在外也有点没面子。在下一表人才，其实你也不吃亏。不行，现在又不能打折。真的不行？好。很有名望，是不是？老师，李森啊，老师，你最近身体还好吗？血糖控制的怎么样？有没有偷吃高糖的水果？我呀也是医生，又是你的老师，这个我清楚。哎，这个是你女朋友吧？你好。不是。林总果然还是有节操的。我还在追。好，好啊，有目标就好。不对，我点头干什么？他只是骗他老师说在追我，这也需要我承认吗？老师啊，就担心你像之前那样，你不能拿手术刀了。可是人生中并不是只有手术刀，不管怎么样，都要好好的把自己的日子过好。嗯，我会的。你怎么了？我已经很久没去看过老师了。他是神经外科的权威，桃李满天下。可是细心栽培的，也就那么几个。我是其中之一，还是关门弟子。我辜负了他一番心血。可是这也不怪你啊，老师也没有在怪你。而且你现在也很厉害啊，起码你未来的老板很欣赏你。未来老板，你？就是我。好，那一言为定，将来可别把我踢出门哦。一言为定。好啦，人家婚礼，你高兴一点行不行？看在我人生中第一次当众被表白就浪费在你身上的份上，也该高兴一点。是吗？嗯。你行情这么差？你恢复的也太快了吧！哎呦，森哥，终于舍得带女朋友出来见人了。哦，我不。这是小聂，我公司同事。之前陆莎一声尖叫，吓得他从楼上掉了下来，心怀愧疚，特地让我带他来参加婚礼。老规矩啊，师弟，最后一个到的，罚酒3杯。免了吧，我晚上还要开车回苏州呢。哎，你少来啊！老规矩他不能改的。我们谁不开车啊？对呀，就是。大哥打车回去呗，我给你买着。
我找人代喝吧。啊？师弟，论不要脸啊，师哥果然不如你。婚礼马上开始，请各位来宾入座，安静的等待新郎新娘入场。喝一个。这家酒的味道不错呀，下次我也在这办。就你啊，等你找到媳妇儿，这家酒店不说倒闭吧，起码都换成掌勺了。你这是看不起谁呢？1年之内啊，我必结婚。对啊，我们家那边都是敬酒的时候给红包，你的呢？结婚礼物早送到他家里去了。谢谢兄弟姐妹们来参加我人生唯一一次婚礼，多吃点，吃得开心啊！恭喜！恭喜！新婚快乐！新婚快乐！新婚快乐！哎，新婚快乐！你跟雨森一起来的，我怎么能收你红包？他是他的，我是我的，这不行。收了吧。这不是收2份。到时候你还他双倍就好了。不用，你拿着。那也行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恭喜！来，哟，红包都拿上了，那咱们再喝一个吧。来，谢谢谢谢。来，恭喜恭喜，新婚快乐！谢谢大家能来，快乐，新婚快乐。谢谢。你干嘛叫人家还我双倍啊？就算是开玩笑，也太冷了吧。我考虑到通货膨胀，觉得不能让未来的老板吃亏。谢谢你啊。吃完就这么回去还是怎么？今天难得这么多人，都得去唱个 K 什么的。先去看看他们闹洞房啊！咱们这么多人，得去撑撑场子，不能让陆莎吃亏。我们不用去唱歌吧？不喜欢。你看我的名字就知道我对唱 K 的态度。你看我脸干嘛？我脸上又没有名字。我想想啊，聂，3个耳朵，听觉灵敏，有个作曲家叫聂耳，说明你在音乐上很有天赋啊。说明我的天赋都在耳朵上，只能听听。那闹洞房去不去？你当然不去，积德呀，不然你自己的婚礼。有道理。怎么样，你去不去啊？你不是挺想结婚的吗？提前先了解一下闹洞房的事情，长长经验。他说要积德，否则自己的婚礼上。小聂，你这么着急结婚，现在就已经想好以后被闹洞房的事儿了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别听他瞎说。哦，那就是不着急，那就一起去闹洞房。作为男方亲友啊，我们表示闹洞房只闹新郎。这家伙在我们兄弟里边第一个结婚，我们深表妒忌啊！我们不搞搞他，我们不甘心啊！大家说是不是？是。哎，但是说回来啊，作为女方亲友，我们万分支持你们的决定啊，我们也只闹新郎，只闹新郎，只闹新郎。好。咱们文明闹洞房啊。第一关最简单，问答题，请新郎说出第一次认识新娘的时间。
答错了可要抱着新娘转3圈。3圈不行，10圈。对，10圈。2010年5月20号。请精确到秒。10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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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圈，3圈，4圈，5圈，杜莎找老师啊7圈，8圈。是这题目太刁钻了，谁能精确到秒啊？这有个老实人啊。前阵子摔到了脑子，所以有点傻乎乎的。难道你们能记得呀？当然，不信你问我。啊？问啥？问你和你未来妻子什么时候认识的？你还是单身狗呢。 2011年1月15日晚上7点28分52秒。